各位好，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文法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以讲文法这个主题？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，越南语到底有没有文法的书？可是越南语文法的书真的很少，它只有语词结构那一些会比较多。那我们就针对今天越南语的文法来做一个表述，来分享我这边拥有知道的，来分享给大家越南语的语法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时态与句子吼。越南语的时态像中文，那语词结构却像英文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它的时间地点必须要往后放，这个有如英文一样句子结构。例如说，我今天5点回去，到你北荷兰友，所以你的荷兰友必须要放后面。那在中文的讲法就变成说，我今天5点回去，5点要放前面，时间地点在越南语的属于句子的部分，都要就整个句子的结构，它的那个都要像英文的一样，把时间地点往后放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范例，离职后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对方。chúng ta chưa gặp nhau sau khi nghỉ việc。我们从这一段看得出来，他就是在他离职之后，我们就会放到后面。那我们几乎没有看见对方，我们就是往前放。chúng ta chưa gặp nhau，我们从没见过面。那我们下一个范例就是他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游泳。anh ấy rất học bơi khi còn nhỏ。所以从这2个范例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有关于在叙述他某个时间某个时段的时候，他们的句型都几乎会往后放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形容词与所有格都是要往后放，就是在名词之后，而不是在形容词要放后面，这名词的后面。如果你是在叙述一件名词，然后例如说我们会讲，例如说红色的球，那红色是形容词，会放在前面，这是中文的讲法。但是如果说在越南语的话，球必须先放前面，红色必须要放后面。那这个通常在学越南语的人80%-90%都知道。可是最难的部分，而是当你遇到2个名词或3个名词的时候，常常就会反应不过来。我们先看2个字的里面有什么？有 lúc dừa， 就是椰子汁。那 lúc 在前面，也就是说有水的东西，就是椰子水。lúc dừa， 我们通常都讲它是椰子汁。lúc 在前面，dừa是形容这个水的部分。那反过来呢？dừa的话，就是代表dừa这个东西，它就代表是椰子。那后面是它的品种，就形容这个椰子的 lúc 就是水椰子，所以这个是代表它的一个品种，所以它是要反过来讲的。好，我们来我今天举一个说有3个名词的状态。绑mặc者来乱nói tin，那你会发现到绑mặc者来乱这3个字全都是名词。然后呢，后面是形容nói tin是有名。那你往这个看到的就是说，那我到底是哪个东西是我要形容的？因为它东西都在往前放，就是说它主要要形容的东西都往前放，所以绑才是你要形容的东西。那mặc者乃乱全都是属于形容词，都是形容词，所以是往后放。那乃乱是所有格。因为它少了一个字国乃乱，但是他们在越南语在讲话的过程，国字经常省略，所以你会看到3个都是所谓的名词。那你会感觉，那其实实际上你要知道哪个是所有格，哪个是属于形容词。就是它是用代名词，像马者，马者就是太阳，那它用马者来当做代名词，所以你看到只要绑马者，你绝对不会知道它是个，绝对不能说是它是个太阳。那我们这边就意思就是指说太阳饼，绑马者。那你不能讲说饼太阳，饼中的太阳。
这个就是越南语特别的地方，板马者来乱。台湾的太阳饼是非常有名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自己练习一下一些范例。你去买日本的塑胶杯子，日本塑胶杯子，那么我们的讲法就是板尼木、蒙利纽、果鸟棒，果鸟棒。那我们下一个练习的范例就是哪时有空来我家坐坐。去哪狗人，体人呀都一这一呢。那名词的后面都是放所有格，还有形容词。那名词的前面要放什么？其实名词前面都是量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举例。蒙利路有就是一杯椰子汁。或者你讲，就是某些量词在形容它一些指示它这个是个量词。或者是几罐啤酒，梅隆比尔，所以它这个里面的那个名词前面，整个名词的前面都只是放个量词而已。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时态。那时态的部分它却像中文。越南语在时态里面的表现其实跟中文一样，都是用文字表示法。那不像说英文它的时态是有一定的公式，一定有完成式 PP 分词，或者是动词三态这种去表示法。中文在跟越南语一样，都在有关于时态的部分，都是利用文字去形容它，而不是改成分词啦，或者是动词三态这种概念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范例。假如你要表示过去，那我们来看，假如你要表示过去，那就是指说我们会用啦、等、没这三个来表示我已经过去了。我已经做过了，抖一拉里懒，抖一没安羹，我刚刚吃过饭了。抖一没安羹就是说我刚吃过，抖一拉里懒就是我已经做过了。那如果你要去形容过去完成式，那么你的啦就放在后面，你就把它形成xong或 hết。例如说我已经做好了，tôi đã làm xong，tôi đã làm xong，做好了这个尾音làm xong，然后也有人讲làm xong，làm xong，那这两种发音都有人在讲。那南越人都会讲xong比较多，那北越人都会讲xong比较多。tôi đã làm xong，我已经做完了。tôi đã làm hết，我已经做好了。tôi làm hết，其实来讲后面就是加xong或 hết， 就是代表我已经完成了。但是拿这个字，如果你放在字尾，就会变成未来式。我已经做好了，我先去做什么？例如说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范例，tôi đã đi làm，tôi đã làm，我已经做了这个。但是你如果把拿放到后面去，它就变成说，我先就有点接近未来式了。tôi làm拿，我先工作。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范例。拿这个字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它可以做成未来式、完成式跟过去式。所以你用拿这个字要有点注意一点，要有点小心，这个跟你放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。然后我们接下来，如果说你要形容从哪时候开始的 key， 那你就用的 key 这个字眼。自从妹妹车祸，我一直都很难过。那这句话怎么说？都是本，那时间放后面，我们刚刚所讲的时间方面的 key n i 在些灾难，在些灾难，的 key n i 在些灾难，代表说，妹妹车祸，我一直都很难过。那接下来就是现在进行时，当然改以。就是所谓的当这个字，就是正在做什么。那这个发音也有人念成啷改以，
或者是说你在后面加个北尔也可以。我正打电话给我父亲，对当我做保对，对让我做报告对。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未来式。那未来式的话，就会用到一些谁、什、令，就是主要是以这3个字决定。我将会去做什么？按谁你然改以，按谁你定恩，我会去找你，或者是说按谁你谈恩，我将会去拜访你。同样的意思。什的意思就是指说我快要到的意思，我快要的意思。那领是我决定。安领你定恩，我决定会去找你，我决定要去找你。所以这3个字都是用在于未来式，所以你要用在未来式，你可以把这3个字放在里面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它就是未来式了。它这个会跟英文的 will 会非常的像。我们接下来要表示说一个习惯，那我们表示习惯，我们通常会用君，会用疼。那疼是指腾讯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常常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范本，我睡前有看书的习惯。对個推君綠色足起哩奴。足起哩奴呢是指时间，那我们之前就讲过，时间要放后面。对推君是叙述一个我常常的一个习惯，所以我们往前放。綠色是指动词，读书，所以我们放在我们今天的主词的后面。我有这个的习惯，放在就是主要我们叙述的状况的一个主词的后面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肯定句。肯定句就是指你必须要去做的肯定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讲着这个事情就是确定，或是肯定，或是决定。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凡嘿加将领，大概就是这些都是在讲比较确定跟肯定的。那我们先讲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第一个凡的话，通常的意思是指说是或不是，但是它一般我们很常用在越南语里面，它除了是跟不是凡空凡以外，它还必须用在必须，你要怎么做，梗就是你需要怎么做，很接近有时候梗的需要这个意思。我常会跟人家讲，你必须要去工作，你必须要去做什么？凡力量。凡力量，你必须去工作。然后 head 很常用在于字尾，例如说，通过改以 head， 例如我们会讲说，你今天有没有去做什么事情？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做。通过改以 head， 我常会跟他讲，都是加强他过去他什么都没有去做的一个语词。然后最后再来是加将是确定，我确定要去怎么样，确定要去怎么样，加将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范例就是按加将谁还谈任务，他一定会完成任务。然后最后再来才是领决定，这个在我们刚刚在上一个范例就有去示范过怎么去使用这个领，我决定去找你，按领你定恩谈恩。那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前2章讲的部分，那后面有机会我再做出第3章、第4章，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越南语的文法与语法。